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黄先生，25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女嘉宾魏女士，27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是一位全职妈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4年，对，2娃，对，怎么了？他一点都不顾家，从我怀孕第1个开始嘛，一直到第2个，我的孕期，整个孕期里面，然后包括我带小孩，他都不在我身边。那你干嘛去了呢？因为我平时做餐饮嘛，工作也比较忙。你餐饮是老板还是厨子？自己又做老板又做厨子的，我也比较忙，辛苦。忙了嘛，我也没时间照顾什么家里，然后反正我赚了钱嘛，反正我也都给他了。他认为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的，他觉得他尽到的责任就是我把钱给你了，所有的事情他都不用管，带小孩也一样的，他就每次都是就说他工作忙什么的，他就不愿意来带。那不是蛮好吗？对吧？听他说说好不好？来，你说说啊。就我们从认识，然后那个时候还是蛮幸福的。毕业之后我要去我妈妈那边浙江那边工作嘛，他也可以为了我就什么都不顾，然后一个人跟我一起去浙江。后面我们13年结婚，然后我们就把结婚的钱、自己的积蓄什么的全部投入，就开了一个店嘛，开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倒闭了。倒闭了之后他很过分的，他居然就是不去上班，不赚钱，怪我天天念叨他，天天就是朋友打个电话就出去喝酒打牌，他就怪我数落他。后面他就没办法，他就躲我，他就一个人跑去北京，留我一个人在浙江。怀孕了嘛，我就说叫他回来，他就不回来。然后后面我就跟他商量，我说你不回来嘛，那我就一个人回老家去。我回到老家，整个孕期就是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去做 B 超，一个人煮饭，一个人照顾自己。你在干嘛呀？我那时候我在北京给人当司机。我都说了我怀孕了，你是不是可以回来？我第1次当妈妈，对不对？你当时就是在你妻子第1次怀宝宝、怀儿子的时候，孕期的时候，你在北京1个月挣多少钱？7000多吧。1个月寄回家多少钱？将近5000块吧，应该。好，然后就这样，第1个宝宝就来了，是吧？对。这个宝宝出生的时候他在吗？第1个宝宝在。月子他陪你了吗？月子陪了，也就陪了1个月，他还想尽办法的出去玩，我就估计他应该有外遇了，因为我还查了他那个电话记录，他跟那个女的就联系的比较频繁。但你想，一个有家庭的男人，你去跟一个女人不断的打电话，那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实，只要他在故意，好像每天就故意唠叨，生了小孩之后好像有点抑郁一样的，天天就跟着我吵啊什么的，就故意找茬一样的。先生的解释是说不存在，我想问的是这件事儿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画一个句号？结果就是我虽然原谅他了，但是他现在又这样了。好，等于第1个宝宝到满月之后他就又走了是吗？对。还是去北京打工？是我去我娘家了，他回家了。等于生完第1个儿子之后，你就回到了父母的身边。那你呢？我后来在家里待了2个多月吧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后来又找了一地方，又开了一家餐饮店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夫妻2人又分居了，是吗？对，我们2个人在一起开店的时候他又回来了。再一次开店，那我就在家里跟他一起开店。那个时候孩子呢？我又怀孕了。等，孩子呢？孩子是10个月的时候就是在给他外婆带，就我妈妈带。等于你把孩子托付到了这个我妈妈外婆家之后，你们俩开始在湖南开店了。对，开店的时候我就后面知道我又怀孕了嘛，然后我天天给她做事，我怀着孕给她做事，她还嫌我没有别的女人能干。她说以前那些女的什么7、8个月了，8、9个月了，还要下地干活，还要去种田什么的。然后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也要收钱，还要擦桌子，要给人家上东西什么的，我就很累了。他休息的时候，我让他帮我做一下事，他还不乐意了，他就说你怎么这么娇气，什么事情都要依赖我来做。我们做事都是就是做夜宵的这种嘛，因为时间比较颠倒的。我每天也是早上6点才睡，有时候进货的话，我要到7点，然后睡到下午2点左右。他累吗？你觉得？但是他累，确实也累，但是我也比较累，休息时间他还长一点。好，你们俩当有发现这个女生怀第2个宝宝的时候，这次她表现的怎么样啊？
他反正就是觉得我给了你钱，我提供了你钱，然后你作为一个母亲，你从怀孕不要这么娇气，不要像别人一样，你就应该独立。本来刚开始开店，然后你第一个店失败了，然后开第二个店，好不容易生意好一点了，咱们一起努力一下，不是都可以吗？对吧？我怀第一个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照顾我呀。好。那么老二怀到多大的时候，你们俩不在一起了？真的前1个月，因为那边环境也不怎么好，所以我就去了我妈妈那里生。然后我去生的时候，他也不在我身边，他平时跟朋友就是也就是说出去玩。你这次生2宝的时候是回到了浙江妈妈那？对，是的。你没有陪产？没有，因为那时候他跟朋友出去玩可以关店，我生孩子他不来陪我。我那店是开在大学门口嘛，还将近有2个月就放暑假了嘛。我不想想，反正有第2个了，压力也大了，就多挣一点钱啊。反正就隔2个月放假了，我再过去。那你平时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他平时他朋友叫他出去玩，他都可以关店。你让我问好吗？那隔了2个月之后，大学放假了，你去看妻子了吗？去了，然后我也把她接回来了。是来接了我，但是就我跟小孩，我带了2个小孩都回老家，带回来他就每天就玩，早上出去嘛，出去一直玩到晚上就回来，有时候就打牌，干脆不回来，就让我跟宝宝，就我3个人在家里，我一个人又带不过来。我就有时候大的哭小的哭嘛，然后我哄不过来的话，我就把他们扔在那里，他们哭我也哭，我就给他发那个就那个语音嘛，我就说觉得真的很累，他还笑我，呵呵的笑我，他说那你继续吧，他就这么回答我，一点都不会安慰我一次。做事的时候其实我也蛮累，我就是休息了，我也就是偶尔出去玩一下。再说像我本身92年，像我朋友同学有好多现在还都没结婚，都在玩了，工作都没有的。然后我也感觉我压力蛮大，对吧？有2个孩子，我也要养。你现在觉得你92年了，那当时你在结婚生小孩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考虑到，你就要觉得你现在是一个丈夫了，不是你说你92年就现在应该玩的呀。你爸爸妈妈怎么看待这段感情啊？我爸爸妈妈就是说，你如果离婚的话，一个人带2个孩子也不容易，你也肯定不舍得把那个孩子交给他们来带，然后说我一个人反正也以后不好找了，他说夫妻还是原配好了，就这么说。你是不是心里还特委屈？你是觉得我这么年轻，我要承担这么多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我也小呀。哦，是，你也小啊，都小啊，这就是压力嘛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好过日子就这样，反正我就尽量少出去玩一点。哦，对，你也承认你出去玩，你觉得你对他的关心够吗？也，反正关心我，反正也没少他什么，反正。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顾及我，不顾及家。如果真的还是，就像我平时到我妈妈那里住都没关系，你放寒暑假的时候回到家里，还是每天不着家，天天跟他们去喝酒、打牌、去玩、去唱歌什么的，打他电话也不接也不理。然后就有一次我宝宝发烧嘛，给他打电话，我说宝宝发烧了，要他回来一起去医院。他直接回我一句，以为我在骗他。他说你自己带去医院好了。后面打他电话他就不接。后来我一个人带他去了医院，回来因为小孩发烧的话，要整个晚上都没得觉睡，要照顾他。然后我这里还要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在那里打牌。然后后面早上我就去找他，然后我们就大吵。你不也去闹了吗？对吧？你闹，然后我也没。你说我怎么不能闹？孩子都发烧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你们家宝宝应该跟他也不亲吧？也亲，还好。还好，那就很奇怪了。常年都不见这个家伙，他怎么就跟他们还好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、而且那么小的孩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平时不怎么就没怎么见面，但是我的那个大的小的看到他就还是有那种亲切感，但是如果他要找我的时候，那就不会要他。那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，这小子也陪孩子哈。很少陪，在女生的想象里，男生应该是完全陪伴的，对吧？至少对你和孩子应该有付出的，而不仅仅是交钱，对不对？对。男生认为说生活很难，我交了钱就算负了责任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作为一个女人就应该好好的给我带孩子，这是你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日子就给过成这样了，啊，下面应该怎么办？有没有调整的可能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我就刚才就是在想，那个银行账户里的钱是爱，还是一种说，哎，给你钱养孩子而已？我觉得女士最大的，她一直从头哭到尾，展示的就是你给我的钱里没有爱。钱固然重要，但是这没有爱的钱，我拿着难过。是，你也不要说你只有25岁92年的，你既然要了孩子，就要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，不仅仅是钱。儿女双全啊，听起来多么好，我也想要2个孩子。但是幸福不是活在这个词语里边的2个孩子，幸福是活在行动当中的。虽然刚才主持人也在说，哦，你是压力大啊，你压力再大，老婆生孩子不去吗？赚那几个钱是为什么？你不说赚钱是为了养他们吗？对，因为那个也没办法。谁都有压力，你问问在座的各位，谁没有压力？谁不要养儿育女？做生意谁不要上孝顺父母，下照顾孩子？你不用解释啊。虽然是你25岁很年轻，但这是你选择的人生。你说了我想要一个家，我想要儿女双全，你的行动就要跟得上你的语言。你觉得你幸福，你觉得你在赚钱，他在带孩子，你什么都不用管照顾孩子的这些事情，你只负责赚钱来养他，这就是幸福。对于女人来说，这不叫幸福。她没有感觉到你的行动。钱，你把它拿在手里，只能闻到钱的味儿，感受不到爱的味道。这是你选择的人生，没有人逼你要孩子，没有人逼你20岁就结婚，21岁就做父亲。你既然自己选择了，就不能逃避。如果我是你的家人，对于生产不在妻子身边陪伴，对于放假的时候宁可出去玩，不去陪这个唠唠叨叨2个孩子的年轻妈妈去承担那份育儿的辛苦，你就要道歉。你一直在哭，从头到尾。其实哭有时候对女人来说，我觉得好委屈。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你看你从头哭到尾，对你来说，有些时候眼泪对于女人来说是必要的。但是在你身上，眼泪是不好的，因为你的眼泪在他那儿已经不值钱了。不是你不好，就是因为种种压力，他的逃避，你的脆弱，你的委屈，导致了现在的状态。但如果你想好起来，真的要停止哭泣，去接受这是我们命运的选择，去欣喜地看着2个孩子成长。人生的路是自己选的。好也是一天，坏也是一天。我们把每一天不流泪做到问心无愧，这是你要做的。他要做的是去努力去爱你们，你要做的是停止流泪，换一个角度去看你的生活，给他一个机会成长，好不好？别哭了啊！不哭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曲总，你那整个把你的日子呀过乱了。男孩，你在该玩的时候呢，你谈恋爱；你在真正的开始付出爱的时候，你就想起玩来了。你自己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到底错在哪儿，对吧？你就错在太冲动，过早的陷入了所谓的爱情。你一点也不觉得你现在做了很多错的事儿，对吧？其实我就好玩一点，我觉得其他我也还好。哦，你就好玩点是吧？啊，你都不回家，你哪儿好啊？如果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的话，你玩去吧。你为什么要拖累这一个母亲和2个孩子呢？还好现在2个孩子还认你是吧？你有没有想到过2个孩子如果不认你了，你会好吗？你的老婆离开你，你会好吗？你众叛亲离了，你会好吗？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应该要成长为几个责任的人。第一是丈夫，你没有做到，你不是好丈夫。第二个是父亲，你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你就是一个孩子。孩子不配有爱人和孩子，对吗？对。你只爱你自己啊。你现在我在问你，你觉得你现在感受好吗？不好。你如果还这样的话，马上离开你这个人，所有的这些都是他的问题吗？当然不是了。有问题。你成就了他这样啊。在他生意落魄的时候，你有给他足够的支持吗？我前面支持他的，我就觉得你倒闭了没关系，你做不好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来的。
可以。那他为什么到北京去了呢？他就天天在家里嘛，我一开始都很支持他，我觉得可以重新振作嘛。停。他到后面他就觉得我还唠叨。他当时支持你吗？他也没给我足够的时间，就开始几天还好，鼓励一下，后来就天天唠叨你没上进心怎么。所以你去了北京，所以你消失了，对吗？也不消失，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也必须去上班去工作。所以女孩，如果你真想找到一份幸福的家庭，找到一个对的人，你自己先得独立起来。如果你不做出成熟的选择的话，他比你小的太多，他也是一个孩子，你一个人带3个孩子，你承受不了的。他给不到你生活上的支持，而你纵容了他这种玩的心态，马上让自己强大起来，可以吗？你没有他，我觉得过得很好，因为他必须得要每月给你钱的，这是他的责任。但是在情感上，你需要他吗？你靠不住，你想要，但是要不了。好，索性我们不给，因为他自己很泰然处之的，他寒暑假他要休假的，他要当学生一样的，不给他这个念想。想当学生，想当孩子，自己去，不要这个家庭。这个家庭你不给他，找一个能真正支撑你这个家庭的、爱你的人。孩子不随他的性儿，行不行啊？你玩去吧，不行，不行你就拿出表现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给他这种压力，不要让他觉得都无所谓，让他改，先从自己改起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，来蒲老师啊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期待父亲这个角色，所以我39岁，也就是去年当了父亲。因为我已经酝酿了很久，想了很久，所以我很快的能进入父亲这个角色，并且把它扮演好。人生会有很多个角色，当你太轻易的获得一个角色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珍惜。就像一个演员一样，如果他花了9牛2虎之力要来一个角色，他一定能够演好。这就是付出多少就珍惜多少。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太多了，太早的做了母亲和父亲。我记得这样一句话，我只要一想到人类不用花任何的努力和考核就能做父母，这一点其实是太不可思议。但是有一些人，他虽然很轻易的获得了角色，他会在角色当中成长。自己不会做妈妈做爸爸，学父母难道不会学吗？但有些人不一样，就像他始终进入不了父亲这个角色。你要说他有多糟糕吗？还有比他更糟糕的，啃老甚至不愿意赚钱的，他至少还愿意扔几个钱在家里，但只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熟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接下来如果你还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现在扔几个钱在家里面，对孩子不闻不问，那么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恨你。你想想你小时候，如果你的爹只扔几个钞票给你，却从来不抱抱你亲亲你，你会不会恨你爹？如果会，那将来你的孩子就会这么对你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这种状况，就请你快速的进入角色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刚才你们一个说无奈，一个说委屈，特别是女生说我也是92年的，我也委屈。但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想一下，在生活当中很多情况下我们好像都在彼此羡慕对方的生活，但如果你真正的去了解一下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实质，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活得都很无奈。不懂得爱情的时候，爱情与你擦身而过，成家立业之后发现一个真正的他在向你招手，选择了事业发现并非所爱，走错了路往往不能回头，一身的赘肉又不想去减肥，不想读书又要为一个文凭奔波，你说谁活得不无奈？那既然都是无奈的，那我们就比一比谁在无奈之中活得更加精彩。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就是在互相比拼，看谁能够承受的更多。谁能够承受的更多，在无奈之中能够活得更加精彩，那他收获的也一定比别人多。父母这个角色既然已经促成，你就回不了头了。如果不想自己的子女将来恨自己，只顾了眼前的这一会儿的
娱乐、潇洒，那你就好好干。人不会苦一辈子，但只会苦一阵子。如果你逃避苦这一阵子，你就会苦一辈子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就这样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会改，然后我也会回来，放假了就照顾你和孩子，然后也不出去玩。其实我真的要的不多，我就希望你能够陪陪我，像他们一样，2个人就牵着小孩一起去公园走走，去外面玩一下，就这么多而已。我知道，我也会扛起我做父亲、做老公的责任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如果你再不改，我就真的跟人家跑了。没话了，没话就亮灯吧啊！把这店关了吧，回家开一个吧。长期分居不是个事儿，行吗？行，回浙江。行吧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奋斗，我们的人生才刚开始，对不对？回吧！哎呀，回吧，快，赶紧回去吧！你看你一说开店，这不嫁人了，快回吧。进去吧，进去了。其实挺老实的孩子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快去啊！还要面子，老婆我爱你，我错了，我以后改，我负起责任。来，你特别应该感恩生活啊！找这么漂亮一个姑娘，好好对人家。来，站在场中间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真的回浙江开店啊，不能两地分居了。来回去吧啊！呵呵，好可爱的，好好抱一会儿吧。还没有等我，回来。在爱里等着你，被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放进2颗心，请亮灯吧。来吧，加油吧！是，谢谢你们，请回来。是。在爱里等着你，未来变得那么清晰，在爱